我是江城最大的再生资源集团的老板，可在书香门第的婆家眼中，我却只是个收废品的村妇。婆婆穿着我送的价值12万的旗袍，骂我满身铜臭俗不可耐。老公待在我每年7位数供养的科研协会里，嫌弃我的铜臭玷污了他的风骨。我听话的撤走压在他们身上的铜臭，还他们清高风骨，可是他们却又哭了。人人都夸我是个孝顺懂事的好媳妇，原因无他，我舍得给婆家花钱。婆婆要办画展，我直接包下了整个美术馆。老公要开讲座，我随手赞助了30万经费。原本生活和和美美，但直到老公的青梅回国，一切都变了。沈以宁一身书卷气，这等满身铜皱的村妇，怎配站在大学教授的身边？老公尴尬地咳了一声，默默挪开了和我相靠的视线。婆婆和小姑子也纷纷低下了头，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自己身上穿的戴的所有名牌，全都是刷我的卡买的。沈以宁丝毫没有察觉到客厅里凝滞到极致的尴尬氛围，她上前一步站在我面前，用居高临下的姿态逼视着我。这个家已经被你金钱侵蚀的污浊不堪，为了洗涤这个家的灵魂，戒除物质欲，你现在就把家里的财政大权和保险箱钥匙交出来。从今天起，这个家推行极简书香生活，断绝一切高消费。我抬眼看向身旁的林深，他终于转过头，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你需要学会脱离物质，去感受精神的高尚。你把卡交出来吧。我定定地看着眼前被我供养5年的男人。5年间，我将他从一个默默无名的穷小子资助成某科研协会的知名专家。可如今他竟然和他的青梅站在一起，抢夺我手里的婚内财政大权。我没争吵，反而缓缓站起身。接着，我转身拖着早就收拾妥当的行李箱，径直往门口走。身后传来沈以宁带着得意的叫喊，他要我打开行李箱检查，生怕我偷拿了林深的书画。我懒得理他，拉开大门，然后砰的一声，将那群高尚的灵魂关在了门后。走到楼下后，我坐进那辆不起眼的破皮卡里。他们一口一个我是收破烂的，但他们不知道我名下的废品回收站其实是江城最大的再生资源垄断集团。我掏出手机，通知财务，断了林家的全部资金，停掉林深实验室所有的隐形设备维护费，撤回林老太画展的赞助，把林淼那几张副卡全部挂失。既然他们要修仙，我就成全他们。断供的第3天早上，天空下着大雨，婆婆林老太撑着伞，兴致高昂地去了市中心的美术馆。这是她筹备了整整半年的个人书画展，请帖早就发遍了她所在的老年大学整个文艺圈。结果今天她刚走到美术馆门口，就被保安连人带画直接扔在了外面的台阶上。林老太气急败坏地拍打着美术馆的玻璃门，大声质问工作人员的行为，亮明自己是林专家母亲的身份，并且要求见场馆经理。林老太太，您儿媳妇把300万的包场费撤资了。这展厅今天人家保时捷要搞车展，您赶紧带着您这些破纸走人。林老太看着雨水里被泡得发胀晕开的水墨画，两眼一黑，直接瘫倒在了水坑里。同一时间，市中心的恒隆商场里，小姑子林淼正拿着最新款的爱马仕包，在镜子前反复比划。她随手点了好几款包包，让柜姐全部包起来，然后熟悉地掏出黑卡。柜姐接过卡刷了一下，刷卡机立刻发出了刺耳的滴滴声。抱歉，林小姐，这张卡被挂失了。林淼瞬间急了，让柜姐再刷一次试试。柜姐连着刷了3次，脸色也跟着沉了下来。林小姐，不仅这张卡停了，您之前在店里欠的80万尾款今天也到期了，麻烦您把尾款结一下，否则我们只能报警了。最后，林淼被几个高大的保安堵在店里，他吓得拼命给林深打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林深正面临着他人生中最大的灾难。作为科研协会的专家，林深为了彰显自己的专业性，有一间高级的私人实验室，而这间私人实验室是我出资供养的。此刻的林深刚走到实验室门口，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得脸色惨白。怎么回事？这里发生了什么？实验室一片漆黑，科技园的物业经理带着保安，冷着脸将实验仪器全都搬走。林深，你那个匿名赞助商撤资了，你欠了3个月的水电费和这层私人场地的设备租赁费，高达70万。你准备怎么付款？林深双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他眼睁睁看着所有珍贵的仪器被搬走，自己只能瘫坐在地上，无能嚎哭。傍晚时分，林深一家3口回到了家里。沈以宁端着一锅白水煮白菜从厨房走了出来，他笑着和几人打招呼，让他们过来尝尝自己特意熬的素汤。这白菜没有沾染任何世俗的油脂，最是能清肠胃，陶冶情操。饿了整整1天的3个人，
看着锅里漂浮着烂菜叶的清水，眼睛都绿了。李淼实在忍不住，一把掀翻了面前的碗。吃什么吃？都怪你！现在一切都没了。哥，你现在让那个收废品的赶紧滚回来给我钱！沈以宁脸色一沉，淼淼，你怎么还在惦记那个俗女的钱？你要学会在逆境中磨练心智，修心。林老太捂着心口看着沈以宁，修心，我的话都毁了，还修什么心？林深瘫倒在沙发上，但他是个极度好面子的人，根本拉不下脸回头找我。不能找赵锦绣，就算饿死也不能要他1分钱。到了断供的第5天，林家因为没钱交水电费，被物业断了水电，林家彻底陷入了瘫痪。林老太已经饿得连骂人的力气都没有了，蜷缩在沙发上不停发抖。林深抱着头在客厅里焦急地来回踱步。这时李淼忽然想到什么，激动地坐起来。哥，我知道那女人把钱藏哪儿了。瞬间，3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林淼，异口同声道：在哪儿？李淼激动地说：哥，赵锦绣书房不是有个带密码的私人抽屉，平时他都不让我们碰的，他肯定把钱和存折都藏在里面了。一家人仿佛被打了一针强心剂，立刻找来锤子和起子，疯了一样冲进了我的书房。砰的一声巨响，实木抽屉被他们硬生生砸烂，但抽屉里没有金条，也没有存折，只有一本沾着机油印子的厚重笔记本，侧边扣着一把老旧的黄铜密码锁，封面上写着5个粗糙的大字：废旧物资登记册。本子下面放着几张 A 纸，沈以宁抓起那几张纸，扫了一眼，瞬间两眼放光。他指着纸上一串长长的零，声音尖锐的几乎破了音。他竟然把几百万转到了一个不明账户，这绝不是正常开销。本子里夹着的厚厚我刚走到单元楼下的公共休闲区，就看到乌压压围了一大圈人。人群里除了出警的警察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还有不少过来看热闹的邻居，甚至还有几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自媒体，正举着手机开着直播。沈以宁站在人群的正中间，手里高高举着那本废旧物资登记册。她虽然因为饿了好几天，面色蜡黄憔悴，但此刻却像个捍卫正义的女神，腰杆挺得笔直。林深和林老太站在她身后，脸上都挂着一副悲愤交加的表情。看到我出现，沈以宁立刻红了眼眶，摆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锦绣，你变卖了阿姨的字画，拿走了林哥哥的科研经费，这些我们都可以不计较，毕竟你出身底层，不懂物权边界。但你怎么能触碰法律的底线呢？说完，他大步走上前，将那本登记册狠狠拍在带队警察面前的桌子上。他言之凿凿地声称，手里的流水单就是铁证，这个锁得死死的本子，绝对是我向外转移资金的详细黑账。我看着他们这群跳梁小丑，突然扑哧一声笑出了声。沈以宁立刻厉声质问我：死到临头了还敢嚣张？赵锦绣，你以为那点下作的手段能瞒天过海吗？这上面一定记着你不义之财的明细。带队的警察皱起眉头，神情严肃地看了我一眼，告知我如果家属的指控属实，需要我配合回派出所接受调查。我收起脸上的笑意，毫不畏惧地迎上了警察的目光。我愿意配合调查。密码是林深的生日，麻烦您把锁解开，再把这份销赃铁证的第一页大声的一个字不落的念给大伙听听，可以吗？带队的警察点了点头，他的手指熟练地拨动那把黄铜密码锁的波轮，精准调到了林深的生日。吧嗒一声脆响，锁扣应声弹开。警察拿起那本沉甸甸的本子，缓缓翻开了第一页。刚看清上面的字，这位见多识广的老警察脸色瞬间大变，空气死一般的寂静，只有警方的执法记录仪发出细微的电流声。我踏前一步，盯着浑身僵硬的林深，声音在大院里炸响：林深，你大声念出第一行，让大家听听，你这个标榜清流、满嘴风骨的高知分子，当初是怎么跪在废品站的泥水里，
求我借你300万去打通关系，获得科研协会专家的称号的。这话一出，全场哗然，举着手机直播的人手一抖，差点把手机摔了。沈一宁仿佛被人当头抽了一闷棍，他厉声反驳我是在胡说八道。他一把夺过本子，低头看去，下一秒，他就像摸到了烧红的烙铁。尖叫着把本子扔了出去，本子掉在地上，被风吹开。那沾着些许机油印记的粗糙纸页，没有记载什么字画倒卖，也没有科研经费，只有一张按着鲜红手印的借条，用透明胶贴在上面。上面的字迹正出自林深。金林深因评选协会专家需打通关系，特向妻子赵锦绣名下回收站借支现金300万元整。承诺若功成名就，此生不负；若有违背，自愿净身出户，并归还全额本息。借款人林深。全场鸦雀无声。带队警察合上本子，眼神锐利地看向林深，告知他，我不仅没有转移婚内财产，反而是他涉嫌以非法手段挪用他人巨额资金进行权钱交易，数额特别巨大，不仅是道德问题，已经涉嫌经济犯罪，要求他立刻回局里配合经侦科调查。同时，警方会向市教育局通报此事。林深踉跄着后退一步。周围的镜头疯狂地往前凑，林老太发疯一样冲过去，想用手遮住那些手机摄像头，厉声喝止所有人的拍摄，让大家把手机都关掉。但没人理他，邻居们对着他指指点点，议论着他平时看着人模人样，原来专家的名号是买来的，还天天嫌弃人家儿媳妇满身铜臭，没这铜臭味，他儿子说不定还在哪个山沟里呢。带队的警察并没有因为林深的体面而客气，银亮的手铐直接扣上了他的手腕，必须立刻跟警方走。沈以宁像被雷劈了一样呆立在原地，他手里还紧紧攥着那个被他当作证据的本子，现在那本子重得像是一座山，压得他手腕发抖。他喃喃自语，不肯相信眼前的事实，坚称林哥哥不是这种人，咬定是我伪造了借条，想毁了林深。我没理会他的议政，走到林深面前，替他理了理那件平整的没有一丝褶皱的西装领口。我开口提醒他，当初他按完手印，跪在我脚边说自己是这世上最清高的一株猪，不该被那300万的铜臭气折损了风骨，所以我认了。这5年，我把他供得像个活神仙，连他的母亲和妹妹，我都当菩萨一样供着。林深低着头，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那引以为傲的自尊，此刻被按在废品站的泥水里反复摩擦。我拍了拍他的脸颊，力道不大，但在寂静的现场，声音格外清脆。300万，加5年利息，加实验室租金，我会让律师一分不少追回来。林深猛家的家门被强行打开。里，林老太刚醒过来，看到这一幕，又气得捶胸顿足，对着我破口大骂，骂我是毒妇，说我不得好死。我冷冷地看着他，提醒他身上穿的这件12万的旗袍，也是我。
淼哭的眼睛都红了，带着哭腔问沈以宁他们该怎么办，说自己好饿，想吃火锅。沈以宁咬着牙，强撑着面子，让林淼别哭，说他们去住酒店，自己回国前还有一笔稿费。他掏出手机翻了半天，脸色越来越难看。他那点所谓的稿费，连这小区1晚上的5星级酒店费都不够。这时，一辆黑色的奔驰缓缓停在他们面前，车窗降下，露出我那张带着笑意的脸。我开口告诉沈以宁，别说我不近人情，林深那个借条里提到过他在老城区有一套祖传的平房，那套房子虽然漏雨，虽然在那条满是废品回收站的胡同里，但胜在极简，非常符合他的修心要求。我扔出一张揉皱的地址纸让他们搬过去，那地方清静，没人会用金钱腐蚀他们。沈以宁捡起那张纸，指关节捏得发白，那是林家最想抹去的出身背景，是他们飞黄腾达后恨不得一把火烧掉的贫民窟，现在那是他们唯一的退路。老城区的胡同窄得连车都开不进去，空气里常年弥漫着一种陈腐的霉味和附近废品中转站传来的橡胶烧焦味。沈以宁拎着他那精致的皮箱，踩在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上，高跟鞋不小心卡进缝隙里，狼狈地摔了个大跟头。林老太看着眼前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和门缝里钻出的几只蟑螂，当场瘫坐在地，质问沈以宁，这就是他说的清静。林淼也崩溃了，他抓着沈以宁的袖子不停地摇晃，让他赶紧打电话找那些欣赏他的大师，找那些收藏家，告诉他们自己被村妇害了，让他们帮帮自己。沈以宁难堪地甩开手，那些所谓的名流朋友在听说林深因为经济犯罪被带走后，早就把他拉黑了。他们只能在这个不到40平米、墙皮脱落的小房子里安顿下来，没有暖气，没有煤气，沈以宁还得负责生火煮粥。他那双弹钢琴、翻越古籍的手，很快被煤球弄得漆黑。断粮的第3天，林家内部爆发了大战。林淼偷偷拿走了沈以宁唯一的一个名牌包，想去典当行换钱买炸鸡，结果发现那是沈以宁为了撑面子买的超 A 货。林淼在胡同里撕心裂肺的吼叫，震惊于沈以宁竟然用假货骗他哥哥，指责他口口声声看不起嫂子的钱，结果自己是个穷光蛋，还怂恿哥哥去查账，现在害得哥哥进去了，他们也变成了乞丐。沈以宁反手一个耳光抽过去，厉声让林淼闭嘴，指责要不是他们贪得无厌，现在连这种房子都住不上。两人扭打在一起，滚在泥水里，哪还有半点书香门第的影子。林老太在一旁哭天抢地，喊着林深的名字。我坐在胡同口的早点摊上，慢条斯理地剥着一个茶叶蛋。老李坐在我对面，低声向我汇报查到的情况。他说沈以宁在国外根本不是什么博士，他因为学术造假被劝退了，回国是想找林深当跳板洗白身份，顺便混进林深的协会挂名发论文。我擦了擦嘴角，终于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急着要赶我走，接管家里的钱。老李嘿嘿一笑，继续补充说沈以宁以为林深实验室那些昂贵的耗材都是林深自己买的，想偷出去卖，结果发现全是我租赁的。他已经找了几个地下买家，今晚就打算在那个破胡同交易。当晚在那科研的不明账户汇入，巨款总额高达2000万。林深怀疑这才是我真正转移婚内财产的证据。林深坐在被告席上，精神萎顿，但
会撤掉科研协会的全部投资，但对高校的教育基金投资我会继续办下去，但名字会改，再也不会有林深这2个字。我看向他，指了指那张借条，借条上有你的亲笔承诺，违背婚姻，净身出户，并归还全额本息。法院已经冻结了你名下所有的资产，从今天起，你不仅要坐牢，还要背负3000万的债务。直到你死的那一天。林深两眼一黑，直接栽倒在被告席上。林深因贿赂和巨额债务被判了10年，沈以宁因为涉嫌偷窃和协助诈骗被遣返回原籍，名声彻底臭在了学术圈。林老太和林淼在老胡同里住了不到1个月，就因为交不起电费被赶了出来。听说林淼最后去了一个地下洗浴中心当服务员，而林老太每天在街头翻垃圾桶，寻找那些她曾经最瞧不起的废品。而我回到了我的废品站，废品站扩建了，变成了江城最大的可再生资源处理中心。这一天，我换上了工装，正盯着压块机工作，老李跑过来递给我一封信，是江城大学发来的，说是要把那栋实验楼改名为锦绣楼，想请我去剪彩。我随手把信扔进旁边的碎纸机，剪什么彩？没空，让他们把那笔请明星的钱多买几台显微镜。我看着巨大的机器将堆积如山的金属废料压成整齐的方块，在别人眼里这是垃圾，但在我眼里，这比林深那所谓的风骨要干净得多。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接通后，里面传来林深沙哑、绝望的声音。他在电话里向我认错，哀求我帮他最后一次，说监狱里的日子他过不下去了，里面的人都欺负他，让他去刷厕所。我看着窗外灿烂的阳光，笑了。厕所也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最能磨练心智了。你慢慢修你的心，我还要忙着收废品呢。我挂断了电话，直接拉黑，顺手将手机扔进了一旁待回收的电子产品筐里。那手机在筐里闪烁了一下，最终熄灭，像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我转过身，走向了热火朝天的车间。这世上没什么东西是不可回收的，除了变了质的良心。我踩着沾了些许机油的工装靴，踏过铺满金属碎屑的地面。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却比林家那些虚伪的客套话更让我觉得心安。老李跟在我身后，手里拿着新1季度的厂区扩建规划表，脚步放得很轻。我抬手接过那份厚厚的报表，指尖划过上面标注的江城周边3个新的回收网点选址。这几年我闷头做事，把再生资源的产业链从简单的废品回收铺到了工业固废处理、可再生材料深加工的全链条。人眼里上不了台面的收破烂生意，在我手里做成了江城独一份的绿色产业标杆。我在报表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笔锋利落，没有半分犹豫。老李接过签好的文件，脸上带着掩不住的笑意，低声汇报着新厂区的审批进度。市里的环保部门主动递来了合作意向，想让我们集团牵头做江城的垃圾分类回收试点项目。我点了点头，让老李全权对接，只提了一个要求：所有合作的盈利70%要投进乡镇回收网点的建设里。当年我从乡下出来，推着3轮车走街串巷收废品，最清楚那些靠捡破烂糊口的老人和残疾人日子过得有多难。这些网点能给他们一个稳定的营生，比捐多少不痛不痒的善款都实在。老李应声退了下去，车间里只剩下机器运转的声响，还有风从敞开的卷帘门里吹进来，带着金属和阳光的味道。我靠在冰冷的压块机旁，掏出手机翻了翻，没有再收到那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林深在监狱里的消息，我偶尔会从相熟的律师那里听到几句。他在里面过得并不好，从前养尊处优的大学教授，到了监狱里处处受人排挤，被安排去洗厕所、处理厨余垃圾，干最脏最累的活。他试过托人带话出来，一次次的认错、忏悔，说自己瞎了眼，求我看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帮他打点一下，让他在里面过得好一点。我从来没有回应过。当初他选择站在沈以宁那边，让我交出财政大权，把我5年的付出贬得一文不值的时候，就该想到今天的下场。情分这东西，在他把我的真心当成可以随意丢弃的垃圾时，就已经烂透了。就像那些被污染的不可回收废料，再怎么处理也回不到原本的样子，只能彻底销毁。这天下午，我刚从新厂区的工地回来，就被小区门口的一个身影拦住了去路，是林淼。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她身上再也没有半点从前娇生惯养的大小姐模样。她的头发乱糟糟的粘在额头上，身上的衣服洗得发白起球，脚上的帆布鞋开了，脸上带着风吹日晒的粗糙痕迹，再也没有从前对着镜子是爱马仕包包的光鲜。她看到我从车上下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额头抵着冰冷的水泥地，肩膀不停发抖。我站在原地，没有上前，也没有开口，只是冷冷地看着她。她就那么跪着，一点点往前挪，想要抓住我的裤脚，被我侧身避开了。她的动作僵在半空，终于抬起头，脸上满是泪水和灰尘。
混在一起，狼狈不堪。我看着他这副模样，心里没有半分波澜，更没有所谓的怜悯。从前他拿着我的副卡，在奢侈品店里一掷千金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钱是我一车车废品拉出来的。他跟着林深河、沈以宁一口一个我是收破烂的村妇，嘲笑我满身铜臭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念过半分我对他的好。现在落了难，才想起我这个嫂子，未免太晚了。他跪在地上，不停给我磕头，额头很快就磕出了红印，嘴里无声地念叨着哀求的话，只用通红的眼睛死死盯着我。我依旧没有动容，抬步绕过他，往小区里走。他连忙从地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跟在我身后，不敢靠得太近，也不敢再出声，就那么不远不近地跟着，一直跟到我家单元楼下，他才停下脚步，又一次跪了下来，对着我上楼的背影重重地磕了3个头。我没有回头，径直上了楼。回到家，我把沾了灰尘的外套脱下来，扔进洗衣机里，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站在落地窗前，我能看到楼下那个小小的身影，依旧跪在原地，没有离开。傍晚的时候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春雨打在玻璃窗上，模糊了外面的景象。我再往下看的时候，楼下已经空了，只有地面上留下的一圈浅浅的水渍，证明他曾经在那里跪了很久。第二天，我从律师那里知道了林淼找我的原因。林老太在街上翻垃圾桶的时候，被一辆闯红灯的电动车撞了，腿骨骨折，躺在医院里，需要一大笔手术费。林淼打零工赚的那点钱，连住院的押金都凑不齐，走投无路了才会来找我。律师问我要不要出面管这件事，我摇了摇头，只让律师帮我带一句话：当初他们选择跟林深一起站在我的对立面，就该自己承担所有的后果。我不是慈善家，更不是冤大头，不会为了一群从来没有尊重过我的人一次次的买单。更何况林老太的退休金就算不够手术费，也不至于连基本的治疗都做不起。只是他们母女俩早就习惯了大手大脚，从前靠着我，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现在没了经济来源，那点退休金早就被他们挥霍一空了。没过几天，我又在废品站的门口看到了林淼，他没有再跪下来求我，只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手里拿着一个破旧的编织袋，在回收站的门口捡别人扔出来的塑料瓶和废纸壳。他看到我的车开过来，连忙低下头，把脸埋进衣领里，躲到了一旁的垃圾桶后面，不敢让我看到他。我没有停车，径直开进了厂区。老李跟我汇报说，林淼已经在这里捡了好几天的废品了。工人们看他可怜，想给他点钱，他都不肯要，只捡别人不要的东西，换点零钱。我听完没有说什么，只是让工人们不要刻意关照，也不要为难他，随他去。路是他自己选的，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一步都少不了。从前他看不起收废品这个行当，现在却要靠着捡破烂糊口，也算是一种因果循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事业越做越大，集团的新厂区顺利投产，市里的垃圾分类试点项目也落地得很顺利。我还在几个高校设立了环保专项奖学金，专门资助那些研究可再生资源的寒门学子。只是这一次，我没有再匿名，大大方方地用了自己的名字。我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了照顾林深那可笑的自尊心，把自己藏在幕后，把所有的光环都推到他身上。我靠自己的双手赚来的钱，靠自己的能力做成的事，没必要藏着掖着，更不用觉得低人一等。那些曾经嘲笑我满身铜臭，说我是收破烂的村妇的人，现在见了我都要客客气气地喊一声赵总。江城大学也再次派人过来，邀请我去学校做演讲，还想聘请我当客座教授，给环境学院的学生们上课。我依旧拒绝了演讲和客座教授的邀请，只是追加了一笔奖学金，让学校把钱都用在学生的实验和科研上。我没读过多少书，也讲不来什么高深的大道理，我只知道踏踏实实做事，干干净净赚钱，比什么都强。比起站在讲台上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我更愿意待在我的废品站里，看着一车车的废品经过处理，变成可以重新利用的材料，获得新生。这天，我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老李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脸色有些难看。他递给我一份报纸，上面的社会新闻板块登着林老太的事情。林老太出院后，腿落下了残疾，走路一瘸一拐的，依旧每天在街上翻垃圾桶。前几天，他在商场的垃圾桶里翻到了一个被人扔掉的名牌包，以为里面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结果被包的主人当成了小偷，叫了保安，当众被羞辱了一顿。这件事被路过的自媒体拍了下来，发到了网上，又牵扯出了之前林深学术造假被判刑的事情，再次引起了热议。网友们都在议论，说当初一家人嫌弃儿媳妇收破烂，结果最后自己落得个捡破烂的下场，真是天道好轮回。我扫了一眼报纸，随手扔在了一旁，没有再多问，这都是他们自己选的路，就算跪着也要走完。没过多久，
沈以宁的消息也传了过来，他被遣返回原籍之后，学术造假的事情也在国内的学术圈传开了，没有任何一家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愿意录用他。他试过转行做别的，却眼高手低，吃不了苦，高不成低不就，最后只能在一家小培训机构里给学生补英语课糊口。听说他上课的时候依旧改不了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总跟学生吹嘘自己的海归经历，被学生家长投诉了很多次，没干多久就被辞退了。后来就再也没人听过他的消息，有人说他回了国外，也有人说他去了偏远的小城市，彻底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里。我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心里没有半分波澜。他和林深都是一类人，空有一副清高的皮囊，内里却全是不堪的算计和贪婪。他们看不起我用汗水换来的财富，却又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的钱带来的体面生活，最后落得这样的下场，不过是咎由自取。转眼到了年底，集团举办年会，定在了江城最高档的酒店里。我穿着一身简单的黑色西装，站在台上给优秀员工颁奖，台下掌声雷动。台下坐着的有市里的领导，有合作商，有行业里的前辈，还有很多我当年推着3轮车收废品时想都不敢想能见到的人。他们看着我的眼神里满是尊重和敬佩，没有半分轻视。年会结束后，我没有留在酒店参加后续的应酬，让老李陪着接待，自己开车回了家。车子路过市中心的美术馆的时候，我放慢了车速。美术馆的外墙上挂着巨大的宣传海报，是新一年的青年画家联展。我想起了当年我为了园林老太的画展梦，豪掷300万包下整个美术馆的事情，仿佛就在昨天，又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我踩下油门，车子继续往前开，没有再回头。那些人和事就像被我扔进回收筐里的垃圾，早就该被清理掉了。回到家，我洗了个热水澡，换上了舒服的家居服，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江城的万家灯火。手机响了，是监狱那边打来的，说林深在监狱里突发胃出血，情况很严重，送到了医院抢救。他法定亲属栏里填的依旧是我，问我要不要过去看看。我握着手机沉默了几秒，最终还是拒绝了。我和他早就办了离婚手续，从他被押上警车的那天起，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他的生死与我无关。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扔在沙发上，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走到了阳台。楼下的街道上车水马龙，霓虹闪烁，风里带着新年将至的烟火气。我抿了一口红酒，看着眼前的景象，嘴角忍不住勾起一抹笑意。当年我推着3轮车在寒风里走街串巷收废品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有今天这样的日子。我也曾经以为嫁给一个书香门第的大学教授，就能拥有一个安稳的家，就能被人尊重。后来我才明白，女人的底气从来都不是靠婚姻给的，更不是靠男人给的，是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口袋里的钱，一点一点挣来的。我不用再去讨好谁，不用再去照顾谁，那可笑的自尊心，不用再把自己的光芒藏起来，去衬托别人的体面。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风从阳台吹进来，掀动了我耳边的碎发。我放下酒杯，转身回了房间。明天一早，我还要去新的乡镇回收网点看看，还有很多事等着我去做，还有很多路等着我去走。至于那些烂掉的人和事，就让他们彻底留在过去，像那些不可回收的垃圾一样，被彻底碾碎销毁，再也不会出现在我的人生里。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天生的高低贵贱，收废品的人未必就低人一等，满嘴风骨的人未必就内心干净。能把破烂日子过成锦绣人生的，从来都不是金钱，而是骨子里不服输的韧劲和干干净净的良心。